欢迎来到 Newsnet 东方新闻厅，本频道客观理性的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欢迎订阅。随着美国、荷兰和日本等国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半导体产品和制造设备的禁售范围，中国开始采取反制，限制稀土出口。目前的出口限制包括镓和锗等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出口管制。消息公布不到24小时，欧美企业纷纷感到压力，赶紧向中国公司购买相关材料。目前两种金属的市场价都已经涨到高于1万人民币。中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禁售金属镓和锗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基于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这两种金属是半导体的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材料，对高科技产业影响巨大。中国控制着全球 90% 的镓和 68% 的锗的生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对中国的管制反应激烈，声称要起诉到 WTO。 而最近有内行人表示，相比金属镓和锗而言，美国更害怕中国禁售金属锑。不同于前两种金属，锑的应用场景大多在军事工业领域，是制造弹药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之一。锑合金可以用于制造防弹材料和弹道导弹的部件，这些军事应用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美国的锑原料全部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美国军工企业雷神的 CEO 表示，没有中国材料，雷神无法运转。这表明美国方面的担忧。这几年，美国牵头对中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越来越严苛的科技制裁和出口管制，给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最近这些制裁不断升级，荷兰甚至对中国出口的 DOF 光刻机施加了加密授权限制，导致这些光刻机无法使用。所以中国政府不得已开始进行必要的反制，对外禁售金属镓和锗。这只是反制的第一步，之后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制裁，中国也会陆续展开更多的反击，包括会管制甚至禁止出口金属锑。这会对美国的军工产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领先，但中国掌握着高科技产业需要的稀土资源，而且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所以两国合作才是对高科技产业发展有利的局面。后续将继续跟踪报道半导体和其他科技产业相关的新闻，请订阅以获得最新消息。